OK，今天这一段就是我在录我自己在 Blender 里面踩的坑，顺便做个纪念了哈。我在上课的时候曾经用了这只角色来做 Blender 的角色，把它这边只是很单纯的就是用骨架绑定，我这边并没有用任何的 IK 系统之类的东西，然后就直接也只是很单纯的就把它做输出，因为我自己做东西的个性通常就是越简单越好。好，那所以我们出的是 FB 叉，FB 叉。不过这中间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在后来都不断的发生哦，所以我们稍微就是在这个影片上面稍微聊一下这件事情。来，我这2天我请 AI 稍微就是我跟 AI 整了很久了之后，终于把一些那个步骤给整出来了哦，所以大概看一下，放大一点看好了。好，那总共有5个坑了哈，包括我们上课的时候讲到的绘出的校正跟逻辑修复这些，大概是前面4个，然后后面再补充一个就是动态物理这样子。OK， 这个都算简单的。好，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模型的尺寸输出的问题。你可以看到，就是简单来说了哈，Blender 来，Blender 的世界设定里面，这边的预设值是用 metric， 也就是公制的那个公尺来做单位。那预设值的 scale 这个地方是1，好，就是1倍的大小这样子。那可是你在 Unreal 里面，它的单位是不一样的。Unreal 的单位是以公分为单位做计算，所以这边首先第一件事情是，我会必须要把这个世界以公分的单位来算，也就是0.01的单位，这样子去输出才可以正常的被输出出去，这样子 OK， 否则的话，你尺寸就是错的，那你出去也不会对 OK， 就是你套，就即便你读进去的第一时间看是对的，但之后你套了骨架之后，就整个是错的，这样好 retarget 之后整个都是错的，这样 OK。好，那我就先为了方便。刚刚前面这边我们已经看过了大概的一个操作方式，就是它可以有一个基本的走路跟跳跃，当然这绑定没有很好了，不过这不是重点。好，头发可以飘动这样子 ，OK， 好，大概是这样。那这边我们为了要方便去理解，我们先把这边都杀掉，好，都杀掉。那材质我留下来，好，材质留下来的好处是，像这些，包括说我们读进来是这3个，好，然后重定向的第一个是定 IK， 然后用 IK 再 retarget 这5个项目，好，我们等下杀掉重来，包含它的所有产生的动画这边，我们也全部杀掉重来。好 ，Tally OK， 这个地方的跟这个我们杀掉 ，delete， 好，就从0开始就材质哈。那等于说我现在就是没有角色了，所以我的第3人称这边应该也是空的。看一下，不见了，对吧？所以我们就先套回原本的角色 mannequin 跟原本的 many，OK， 它就会有个基本的动态这样子 compile save。老实讲，这次制作也是让我在对 Unreal 的整个人物控制的系统再多进一步的认识了，也是不错了。好，那我们就开始哈。那首先第一个事情，我们就先回到我们的场景上面，把我们的角色先读进来。啊，对，顺便说到这一个也是蛮有趣的，就是这个是我在就是另外一个就是用 Mixamo 下载回来的角色，这样子就是普通的 export。哦，你可以直接在Sketch 不在 Mixamo 那边直接下载得到这个 export。好，那我们就直接最懒的方式，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就是 export 先进来这样子。OK， 那什么都不用看，它基本上会有 skeleton mesh， 然后网格模型这样子。其他的我不需要动画哦，这边因为我们是要直接使用内建小白人的动画，所以这边我们不读入动画了 ，import all。事实上我也没有做动画了。OK， 好，那就这样子，就3个模型了。这个应该可以再小一点吧。size small， 好，这样小一点。OK， 然后这个 skeleton mesh， 我们先 Ctrl Alt Shift S， 好，Ctrl Shift S 这个，好，然后存档，然后我们就是右键直接，这个的话，这样看不需要直接去 retarget 啊，Mixamo 的话，我们就直接到 Queen 这边，好，对，
这个 Queen 这边右键 Retarget Animation 应该就可以了。Child printed with skeleton，好，没关系，我们直接做这个，直接找到我们的 Queen， 然后直接选到我们的 Export， 它自己会对照。好，那我们就直接选择我们的 Queen 或者是 Many， 两个你选一个，好，就直接 Export， 输出到你指定的位置上。好，我是建议改名字啦，否则每个名字都一样的话，虽然说它可以接受，可是你自己会分不出来，所以我个人还是会比较偏向能改就改。这样 ，OK，Export， 把 Queen 改成 Many，OK， 等于用 APP 把这个 Queen 砍掉变成 Many，OK， 变成那个 Export， 好 ，Export， 好，那它自己会帮你拉到这个资料夹里面来，那有这个资料夹，有这个 APP， 这样就够了。你会说，那为什么还会除了 Xbox 之外，为什么还会有个 Many 的原因？是因为其实，这个 Queen 它是它的 child， 就是说，好，就是其实它的动画蓝图啊，这边没有动画蓝图，它的动画蓝图它这边有写，它是一个 child animation blueprint， 它原则上是这个东西的延伸版本。所以它会有 animation graph， 所以我们基本上女性是沿照男性的这一个，所以你还会有一个男性的自动帮你生成这样。好，那没关系，那不重要。OK， 好，这样就出来了。好，那所以一样，我们就是到我们的 third person blueprint 的这个人上面点下去。好，理论上这边应该会小白人，那不管了，我们就直接画上我们的 export， 然后直接换上我们的export 这样子，可以在 viewport 检查一下是不是摆下一个待机姿势，如果是，那这样应该是没问题的。就可以了，播放。好，会放大这一点是有原因的，这个以后再聊。这个是因为怎么讲？它为了要就是 Unreal 它设定人在着地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挤压姿势，那这个挤压姿势在别的模型身上会造成一个膨胀爆炸的效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就直接到这个找到 Many 的蓝图。这个蓝图，好，蓝图的这个地方，它的 animation graph 这个地方的这个关键在这个 control rig 的这个地方，你如果把这个给砍掉，忽略这个功能，直接忽略这个功能 ，compile save， 不对，这个只是脚的方向的问题吧？对，这是脚的方向的问题。好，没关系，那这样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讲好了。好，就大概是这样。简单来讲，就是你读入Mixamo， 然后直接在这边右键直接去 Retarget Animation， 然后剩下的就回到你的角色里面去套，就做完了。好，那个脚的部分在后面我们再聊。好，那我看一下它应该这边有讲，来看一下，再来这个。IK retarget 这个是 Blender 里面会发生的问题，这个等一下再说。刚刚脚的问题应该是，对，这个都是前面的部分，这边。这个。好，这个是我们的另外一个问题，会产生爆炸问题这样子。OK， 那这边有讲了，就是 apply additive 的这一个功能。那这个功能的话，动画蓝图 animation additive 节点。好，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你帮我到这个 Export 这个蓝图里面去，找到这个我们已经新生成的蓝图。好，那它的 Export 本身应该是没有动画蓝图的，所以在它的原始蓝图，也就是它的 APP Many 这个地方是它的原始蓝图，这边要稍微去处理它一下。来，在 Animation Graph 这个地方，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它的 Control Rig， 因为我们这边并没有真正的生成 IK。我们这个角色并没有真正生成 IK， 所以他这边会跟你讲说没有 IK trace， 他会跟你警告，所以我们就直接跳过这个部分，跳过这个就不要去做。然后再来是你的 main state 里面，它有一个着陆的部分，刚刚我们在着陆的时候爆炸，所以我们在这个 land 里面去把你的 land 的功能
两个选一个，就直接这样接上去就可以。就是说我两个动态的一个挤压效果，不要我找一个就好了，那就这样连过去，好 ，compile save 这样子。OK， 那这样子你再去播放的时候，好，这跳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当然你跑起来之后，你就会觉得有点卡卡的这个。因为它 IK 它没有对应，那个 IK Rig 的那个功能主要是针对什么？就是当我今天来看这种斜坡的地方，就是Unreal 5的角色，它的脚会投影在地板上，也就是说，如果我是斜坡，理论上当我今天踩在斜坡上面的时候，它一只脚可以踩在那个比较低的地方，一个脚才踩在比较高的地方，这叫 IK Rig， 但是我并没有产生这个东西。那当然也就没有去做投射的这个功能，所以它的脚就会变成是大家的频度是一样的，就照原本的动画去读就对了啦，它没有去投影这个脚的地板就对了。但这个其实还好，你不太会看得出来，好，这是基本的这个部分。当然，这个如果你要去做脚可以投影在地板上的这个操作的话，可以在网上面稍微找一下教学，这边我们就不延伸这个部分。OK， 好，那这个就是export。就是 Mixamo 它读出来的模型，只要直接去那个动画 Mannequin 这个地方直接去生成就可以了。右键直接 Retarget， 它就直接可以生成，你不需要做什么 IK Rig 那些都不需要，因为它会自己帮你对照，所以不需要。这个是因为 Mixamo 它是一个很多人用的东西，所以它已经帮你做一个适配好了，这样子 OK。但是这个是Mixamo 的情况。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开始来讲一下，就是Blender 的情况，也就是我们刚刚生成的这一个 Kali 的这个档案，这样子。当然，好，我们先关掉哈。好了，重开一次。好，那我们先把我们的 Kali 读进来。Kali 的操作会更麻烦一点哈，所以我们就是直接在 Kali 这个地方这个 export， 来，我先把这些 export 全部都放到 export 里面去。好，然后我们在 Kali 这个地方去放进我们的角色 import， 去放进我们的 Kali root 的这个，我放的这个一样，跟 export 的操作一样，就是全部都直接读进来就好了。好，那平滑群组这个不是问题，本来就会发生的，就不管它。好，先存档。一样啦，在这个地方为止，你会发现它们就是跟那个 export 是一样的。那因为我有保留材质的关系，所以它材质会自动对应，否则你就要自己再重新连一次，这样子 OK。那来，我们已经有这个东西了。如果是 export 的逻辑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是到 Mannequin 里面去右键去找我们的Mannequin 不见了 Animation OK 好，找到比如说 Queen 或 Manny 都可以，右键 Retarget Animation。去找一下我们的Kali 是不是这样？好，去动看看吧。比如说 Land in Place， 你会发现这动起来非常的奇怪哈。比如说往前跑好了，跳好了，它本身也不会，就是它没有上下的变化，就是身体它骨盆的上下变化是完全没有的。那手脚会动，但是只有就是脚掌跟手背。头会动，身体的部分基本上没有在动，这整个就是很奇怪。简单来说啦，Blender 出去的东西不见得它能认得，所以你得，当然第一个是你名字得好好的取，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要自己去设定它的 IK chain。OK， 好，把这个，所以这个直接出是没办法用的，所以我们先到我们的Kali 这个地方来做。好，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从你的 Kali root 这个地方，这个 skeleton mesh 这边右键去生成一个。IK Rig， 好，就是用它先来生成 IK Rig、IK Chain。那我刚才讲过，你首先把这个先开出来，这个先对开着，然后再来是去开我们自己内建的那个 IK， 我直接在应该就在 Mannequin 里面了，不过就直接在我习惯在 Content 直接找比较快。那我们就直接开启这个 Mannequin， 我要拿这个来对照，所以我把两个同时打开。那我上课这边也有讲过了哈，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这些对照的这个东西。包含说它的脊椎啊，包括脖子啊、脑袋啊这些东西全部。不过最根本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先定一个 retarget root， 就是谁是最前面的那一个。好，这个很重要。那 Unreal 的情况是 ，Unreal 的骨架它本身会有一个在地面上的前期骨架，那这个它不是真正的骨架，它只是一个定位地面的东西而已。那这个是 Unreal 它很特殊的一点，别的软体好像不太会做这个事情，但是 Unreal 会有一个这个骨架。那我们先回到 Kali 底下，那 Kali 当然不会有这个地板上的骨架，所以它是一个空的，那没有关系。
我们就从这个最根本的这个骨架开始哈，就从右键很重要，这个一定要去做，就是 set retarget root， 谁是最根本的那一根骨架，好，跟你的也就是你的骨盆，那这边就跟这个是同一个位置，跟这个地方是同一个位置，这样 OK 好，那这之后才开始往下走，比如说像这边的spine 去 add a new chain， 好，点一下 spine 2跟3 new chain， 好，这个部分 OK， 再来是head， 我这边没有脖子，我就直接去做一个 new chain， 就是 head， 只有头的部分。然后其他像头发不用，然后手背，手背，那手背末端这边它其实本来应该还会有一个啦，但是我在输出的时候，这边我为了要省工啦，比较省麻烦，我就直接把它砍掉了。来看一下哈，这边其实这边是有的，这边最后这一段是有的，但是实际上我们不需要额外的，它会留下最后的这一个末端。那我不需要的话，在输出的时候 ，export 的时候，输出 B 叉的时候，我再多做了一个设定，就是在这下面的amateur 这个地方，把这个 amateur 的这个 add leaf bone 这个给拿掉。去输出的话，它会少一根骨头，也就是末端的这一根，它会拿掉，这样子，它会比较简单。好，那留不留其实重点不在，倒不是你不留，你留着也没关系啦，就是有就好，好这样子。OK， 那我们就是这一根到这一根，它是用球来定义的，所以我们就这3个，上背、前背到手掌这样子。OK，add new chain， 然后这个也是3个 new chain。因为你有取名字的关系，它自动辨识到是一个 left arm 这样子，那就可以去做一个 mapping 对照。好，那等一下我们做 retarget 它就会对照。那再来包括脚的部分，好，这个脚到脚掌，好，脚掌也是就是先砍掉这样，这个是左脚，这个是右脚。圈 OK， 好，那基本就做完了，就这样。重点是这一个。这一个要有，就是你的 retarget root 的这一个一定要有，否则你后面对照都是假的。这样 OK， 头发我没有对照，因为我们的 IK Human 是没有头发的 ，Mannequin 是没有头发的。头发我们后面再做。好，这边我们先存档，然后有了这2个，我们就去可以，就是你先把就是IK chain 先定好了，才有办法去做对照。好，来，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Kelly 这边，我们把这个 Kelly 的 root。好，我们就直接从右键生成 animation retargeting retargeter， 好，这个就开始做对照。RTG 我就叫 Kelly。好，那一样就是先去这边我们就讲说，其实 source 就是你原本的 mannequin， 就是它。那你的 target 这个地方用的是 Kelly。好，这边要提到哈，就是你在这边看，虽然说是对的哈，那如果你的人当初在Blender 里面没有去调整过尺寸的话，你 retarget 完整个会烂掉，就整个会缩成一小团这样子。OK， 尺寸会整个缩小。好，那一样做法就是你可以先把它放旁边啦，比如说150这样子，这样看着对照。如果你觉得说太大，你可以稍微缩小一点，0.75这样子。我这边差不多0.75、0.8这样子，差不多。OK， 好，那可以先试看看对照，你在全 mapping 这边它应该是对得到，就是你的 source 跟你的 target 这2个是不是能对得到？正常来讲应该可以对得到。那如果有对到的话，你在 Asset Browser 这个地方去 Work in Place， 它应该脚会动了，好，身体会转了，头会动了，这基本有了。不过当然啦，不是完全对的，所以我们刚才讲过，就是你把这个先开启，先把它放回来好了，先0。然后放回大小就0.8吧，这样子 ，OK。然后我们就是开启对照，这样子。这是不是太小了点？好像有点太小了吧？用1，好像1比较接近我们的位置，好，那我就用1好了。好，来，那我们就是开启编辑一个功能之后，我们就开始选择，那这个方向就开始转。这边是-60度，前背的部分 F 靠近看哈。速度太快的话，就减慢一点。好，这个不对。
这个方向烂掉了吧？喂，哦，这个啦，Ctrl Z 回去了。那这边拉回来这样子，这个大概是40度，所以这边是-60，这边是40，好，大概是这样。那这边也就一样了。60，好，过来，然后这个是红色轴嘛，所以在红色那边输入40，这样子 ，OK， 好，这样对照到了。角也是这个角，好，就是这样拉过来，10度好像有点开哦，会不会？你可以再试着拉动一下看看，这样看起来差不多14度左右这样子 ，OK。你要做微弯也是可以啦，我这边就懒得弄了哦，你就自己弄一下。那这边就点一下，这边也是14，-14，14吗？哦，反正能对上就最重要。好，那这样子没问题了，我们就回到我们的source 或 target 这边。好，那我们再启动我们的播放看看。那 in place， 好 preview。好，我们稍微把它放到150，放到隔壁去看。这基本上算是对到了，不过手如果你觉得太插进去的话，那就再回去稍微修改一下，这样子。Target， 我们在 Target 这边去对，好 ，Target 去改，这边是可能-55，上来抬高一点点，55，这样，再启动，有好一点了。好，那如果你觉得55不行，50，那看你自己办，好，你看自己看着办，这样子。因为头身比不对的话，那个姿势交叉什么多多少少会有，那就依照你的需求再去微调就可以了。这样子 ，OK， 好，那这样就完成了一个 retarget 的一个资料档。因为电脑自动去 retarget 它抓不到，那你就自己手动要去做一个 retarget 的这个东西。那这样子完成了，我们才去做所谓的animation，OK， 也就是再回到刚刚的 mannequin， 好，然后再一样再去右键 retarget animation。好，那一样找到这个地方去找到我们的 Kelly， 这个时候它对不上的话，好，它还是一样对不上啦，哈，就是你就算对了，你直接对它还是对不上的了，好，所以你要把重点是这个 retargeter 这个你要把它拿掉，换成是我们刚刚重定向的这个 Kelly， 就是你看不懂我帮你看，这样子我帮你指定了，这样 OK 它就可以动了，这样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当然不是直接去出了，我们出是出这个了，还记得吗？我们出的是 ABP， 它是连着它内部的所有动画全部整套出，这样比较合理。好 ，Export Animation， 我就放在我们的 Kelly 底下的 Animation，OK， 好，写错了 ，OK，Export， 好，这样整套出来了，好。那只要你的尺寸没有错的话，这边看起来应该都是正常的。你可以随便开一个动画播放起来看看，应该都是正常的。好，那这就没什么问题了。我们先做一个存档。如果你的尺寸不对，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些动画会整个缩小成一团。好，那这个就是因为你尺寸有问题，这样子 OK。好，那到这边一样，我们就是回到我们的第三人称的蓝图这边，把它换。一样，就是其实流程记得的话，做起来就很简单了。换成 Kelly， 然后把这边的 export 换成 ABP Kelly， 这样子 OK， 去检查一下是可以的。好 ，compile save。好，那我们再播放一下看看吧。好，就可以动了。好，就可以动了。那不过这边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刚刚膨胀的问题我们已经解决掉了，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我们刚刚有讲过，我们刚刚 copy 的动画里面，不是在这里面，这个 ABP 在，因为我刚刚已经把源头的动画给就是给设定过了，所以这边没有。哦，刚刚的 export 里面发生过嘛，就是在我们的 many 这个地方的 animation graph 里面的，你看这它也是读不到你的 IK， 它也是给你警告，那我们一样把它拿掉，就不要。
我们没有 IK 了，所以就不需要。应该说我们的 IK 并没有发生这个投影的这个部分，那你要去定义这个投影的部分，这样子。这个我们先把它拿掉。如果你真的要再定义再说了，那这个先这样，然后再来是我们 main state 的 len 的这个地方。好，只要接一个就好，你不要接两个。好，接一个就好。OK， 这样就差不多可以。好，那compile save。那再来角，我来播放。还是一样，我们还有两个问题哈，残留问题就是一个是角，正常了，好，你把 IK 圈拿掉就正常了。那个不是 IK 圈拿掉，那个 configure read 拿掉就正常了。它角不需要做投影的话就正常了。OK， 好，然后另外一个是头发，接下来是头发的问题。好，头发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是来做一下所谓的头发物理动态。这样子，那头发物理动态的话，虽然说它内建的也是有所谓的 physic asset， 不过老实讲啦，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使用所谓的 kawaii physic。这个是就是日本人写的专门的外挂，这个老兄是真的蛮厉害的。原本他有在 Epic 里面做工程师这样子，那写了一个专门给头发用的那个外挂，所以你可以在 GitHub 里面直接找到这个 kawaii physic。好，那这个怎么用？就是你从这个 release 这边点进去就可以下载。它这边有分版本的，那我们这边用的是 5.4 嘛，那依照你的版本需求去下载，这样子 OK。那用法是这样，你把这个下载完以后解压缩，然后放在你的我看一下我们的资料夹好了，好，先拿开来，好，这个我们先回到我们的档案里面来。好，那这个东西是这样子，我们把它开起来哈。你把它解压缩之后，我们看一下 Show Folder Content Browser 表，在 Explorer， 我们的专案资料夹里面的 Content 里面，好，这边不是 Content， 在我们的专案这个地方，它解压缩里面有个 Plugin， 你就把这个 Plugin 点进，就拉进，复制到你的Retarget。这个不就复制到你的专案里面去，也就是你的 project 在这里嘛，你的专案叫做这个 retarget 54，那就放在这个层级里面，不是放在 content 里面哦，层级不一样会产生就是不会产生正常效果哦。那就把它放在 physic 里面不放在那个 retarget 里面，然后 plugin 那里面就是放了kawaii physic 跟 developer 这个东西 ，OK。那不要忘了，你放进去之后记得把软体关掉重开，因为外挂这个东西它必须要重新运行才能使用。那我这边是已经装了，所以我就不用再重开了。好来，那怎么用？那首先我们就是先找到我们的 Kelly 的 animation blueprint 的这个东西，点进去。它已经它这个因为是 child 嘛，所以就不能直接用，我们要找它的 many。好，那回到它的 animation graph 这一层上面去，好，这个我们就先不管了。我们在这上面右键，好，找一下卡哇伊 KAW， 有了卡哇伊 physic 在这里，好，这边点出来。好，那这卡哇伊 physic 就直接把它这样连过来，把你的动画输出直接从这边连过来，再从这边连过来。它会自动产生两个，就是定向，就是把那个方向从物理，就是从自己的轴向换成是物件轴向，再从物件轴向换成是自身轴向这样子。OK， 这个转换不用管它，是正常的。那但是有些东西要去设定，你 compile 下去它是会有一些错误的。为什么？因为一样，你说要 kawaii physic， 但是你并没有指定谁要做这个 kawaii physic。OK， 所以选这个 physic 之后，到 detail 这个地方要去做一些设定。好，那我们很快的设定一下，在这边的 root bone， 你的根，好，这边有写日文哦。从这根骨头以下就会受到动态影响。我要头发可以飘动，所以我们去找我们的头发 ，hair 1、2、3，我们有3段头发，那我们就选从 head 开始，好吧？应该可以吧？我之前是选 hair 1啦，我选 head， 这样从这根骨架这根骨架跟这之下，那所以应该是 hair 1，好，要看清楚定义了哈 ，hair 1。OK， 好，那它就首先定义了一个最基本的 compile。好，那这样子它就指定好，它就不会有错误了。我们可以直接跑看看，有没有？这样最基本头发就有一个效果出来了。
OK， 好，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步。那这第一步完成了之后，我们接下来还要再做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当初为了绑定方便，好，在 Blender 里面，我们当初为了绑定方便，我们是让头发就是，抱歉，我们把头发是做一个比较翘起来的一个效果的。那但是现在你翘起来，它是以你翘起来变成是你的就是前置作业了，所以你这个头发就变成是一开始就翘起来。那我能不能把它再那个缩回去？OK， 好，所以一样在 Animation Blueprint 这个地方点出来。刚刚我们做的是这个 Kawaii Facing 的部分，我们先往前拉一下。那在这边我们再去右键，我看一下哈，是用Add Transform 吧 ，Add TRAN FORM。这个 transform modify bone 的这一个，好，改变骨架的位置，在它进行 physics 之前，我先做一个转换骨架过来，好，它会产生一个这个 local， 那这个 local 就不需要了，我们就把这个直接截过来，这样子 ，OK， 好，那先做一个存档，一样啦，它不知道你要做哪一根骨架的转动，所以我们要去指定这个东西的骨架谁啊？谁要编辑？我要编辑我的 hair one 这个，好，你可以稍微转动一下，按着 ALT 转动，好，左键转动就可以转动了。OK， 好，那compile hair 1，然后rotation 这边要改一下下，那这边 rotation 改一下就是加入已存在的，我们先用加入已存在的试看看，然后 rotation space 转动的空间使用，我看一下 bone space， 我觉得 bone space 应该要更适合一点。好，我们先 compile，OK， 那这个只是指定我要用什么方向来旋转，那接下来是要改它的方向。方向的话，在这里 rotation， 这方向看起来是这个，好，这个-30 x -30。可以吧？好，那这样就好了。也就是说，我把一开始的头发，我只把第一根改了啦，后面我没动了。但你要改的话，你当然也是可以改，那就不要先这样子。OK， 好，那 OK 这样就完成了。我大概-40左右 ，compile save。也就是说，我先让头发这一根骨头转了40度 ，x 40度，然后才去做 facing， 这样 OK。好，这第二个，这样头发就是平的了，跳的时候它还是会动的。第三个问题你应该也看到了，就是头发会插到身体里面去。好，如果我不想让头发插到身体里面去的话，那一样就是要请你去改一下 Animation Blueprint 好的 Kawaii Physics 这边。那它这边会有一些就是 debug 的可显示预设值都是开着的。那重点是我们要用这个，就是我看一下 Capsule 应该也可以吧？不要用 Sphere 好了，用球形的碰撞好了。好，我们找一下球形碰撞吧 ，Physics Setting， 有没有 Sphere Physics Sphere？ Physics Sphere 在这边的这个吧 ，Physics Setting Component Space，对，应该是这个 Limit 这个 ，OK， 好 ，Spherical Limit。球形的碰撞跟胶囊型的碰撞跟方盒型的碰撞，那我用球形的好了，加一个好，那这个球要用谁展开来？好，半径来稍微看一下好了，我们把这边先开成30看一下。不对吗？我看一下 ，divide bone 指定骨架，我们要头的骨架，有了出来了。好，你就看到头的这个地方，以头这个骨架为位置，会出现一个30公分的30单位的球。那这个球就是你的头部的碰撞范围。那你可以把半径调整一下，我想30算是差不多了，大概20几30了。好，然后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这个地方到时候头发撞到的时候，它不会插进去，这样子 OK。所以那还有这个 offset 头的位置不太对嘛，所以我们把上下的位置稍微调一下。这个方向应该是 Y 轴吧？是不是？对 ，Y 轴。
好，这样对到差不多头的位置，这样子，那这样头的位置到时候碰撞的时候头发就不会插进去。那一样的道理，就是我要第二个碰撞的话，就是再加一个 sphere index one。那重点先把骨头选出来，比如说我希望身体不要被碰撞，那这个身体可能是这一根，这一根可能是 bone 3吧，spine 3吧，bone spine 3，这个好，那我也给30看看，有点太大，会不会？普通啦，好，稍微小一点点，25。我们先用30好了，30比较容易看，我们先用30。好，那位置上看起来还可以，那我们就先这样好了 ，compile save。好，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看一下 Kawaii Physics 还有一些什么设定，还好啦，其他差不多就这样。我们先播放看看，跳，这个头发不会插进身体了，有没有？它跑到那边一定会卡住。不管如何都会就是撞到这样子 ，OK， 哦，它撞到就停了，不会插进去这样子，所以这个就差不多就完成了这样子。那如果你对于头发的那个效果，觉得说你需要更圆，就是更平滑，或者是更阻力更强的话，那你找一下 damping 吧 ，DAMP， 这边没错吧 ？World Space Rotation 有了 damping。阻尼哦，这个阻尼的值，那你如果阻尼越低，它就越动得越快；那你阻尼越高，它就动得越慢。我就用1好了，好 ，compile save 这样播放看看，有没有？头发的动态会慢很多，不会那么快了。刚刚是0.1嘛，现在是1的效果，那你把这个改成0.1。compile save 这样播放，有没有？好，当然绑的没有很漂亮，但至少就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其实人物骨架绑定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坑啦。如果要讨论的话，我们还没有讨论到像 IK 或者是 MetaHuman 这些问题，都还是延伸的问题。就是其实不同的骨架它有很多不同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就只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讨论这个部分。好，那相信对各位如果要做游戏或做互动，其实光这样就已经很好用了，好不好？好，做一个参考。那今天就先讲到这样。